在这个视频里呢，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斜方肌，它在咱们的后背面属于第二块比较最大的肌肉吧。第一大的属于这个背阔肌，然后呢，面积第二大的就是咱们这个斜方肌了。那斜方肌它附着在什么位置呢？在上面，它附着在枕骨上；在肩胛骨上面，它附着在了肩胛岗的上面，包裹住这个角，是这样过来的肩胛岗。再往前走，它还附着到了咱们的锁骨上一部分。然后在最下边，它是附着在胸椎的第12个，也就是最后一个胸椎上，大概在这个位置。我们一般斜方肌没有特别强壮的，它不会从这里连到这样啊，这样是不好看的，是不对的。这样的话也有点太过于大了，一定要注意它这个位置的这个拐角。然后在咱们的第7颈椎这里。肌肉并不是附着在这里的，那这里呢，它是一个韧带结构。白色的部分就是韧带的部分，韧带在前面的视频咱们也讲过，它呢几乎没有弹性，把它弹性忽略不计，它就是没有弹性的。咱们肌肉它是有弹性的，所有的动作都靠肌肉的收缩和拉伸来完成。这就是斜方肌在咱们身体当中的一个状态，以及它附着的一个位置。那咱们看一下啊，它影响了咱们这个后背的几个面。这是咱们俗称后脑勺，那后脑勺往下呢，它是一个微微朝下的一个小斜面。咱们如果我在这里画一个背面的图吧，后脑勺、脖子、第7颈椎、后背肩胛骨、胸腔的底面。这是一个人的侧视图，从侧面看的一个视角。这里对应的是这里一个小斜面，再往下走到一个缓坡，这个面也就是刚才咱们所看的这个面，这是一个朝上的面。朝上面和朝后的面，它的分界线在哪里？就在肩胛岗。过了肩胛岗，它就转到了后背的朝背面的面。但是正朝背面的还只有2个肩胛骨之间，因为咱们在前面视频讲肩胛骨的这个视频里面说过，肩胛骨它是2个斜面，它是朝着斜后方的。咱们要画画呀，不仅需要认识到它的解剖结构，它是怎么长的，一块肌肉它附着在哪些位置上，那么还要知道什么呢？还要知道整个造型、整个体积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，由什么来决定。在这里呢，这个背阔肌大概就附着在了整个胸腔后面的底部，它是一个朝下的。在这个侧视图里面。在哪儿呢？在这个位置。我用不同的颜色来交代一下这个体积关系。假设光源在这边，它大概体积的关系是这样的。这就是它后背的一个形态结构。那么这节课呢，我们就先到这里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